和贾千金同时抛绣球招亲。姐姐别这么拘谨呀。也是，你以前哪过这种日子？怕是连这绣球怎么拿都要现学吧？那也比你这个冒牌货。你与我定了终身的裴诗渊抢了贾千金的绣球，我的绣球却落入狗嘴之中，被叼走不知踪影。裴郎，你怎么不接我的绣球，而是接他的？刚才荣烟的绣球险些被狗咬了，我只得先抢下她的绣球。自从你被认回，她在京中的名声本就艰难。是啊，江大小姐，裴郎也是为我好，身为姐姐，你应该会理解吧？裴郎，你告诉我，那我算什么？日后你们姐妹俩一起嫁我，你为正妻，她为平妻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是啊，姐姐，你我一起服侍裴郎，岂不美哉？恶心，我才不要嫁给你！绣球既然已经抛出，哪有改日再抛一次的规矩？凡是未婚的适龄男子，先找到绣球到我丞相府提亲者，便是我江令如未来的夫婿。你一定要这样与我置气吗？你重抛合情合理，胡乱许末嫁寻求之人，反悔便是言而无信，可知多丢脸？是啊，姐姐，不能一时糊涂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话已出口，我绝不反悔。你既然如此决定，那我也不强求了。姐姐还真是一诺千金啊！什么时候冒牌货也敢说话？裴郎，你看他竟敢打我！令瑜，快成亲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孩子气？还有你裴诗言，便是瞎子瘸子，我也照驾不误。诗燕哥哥别生气，令瑜姐姐只是气头上，都是我的错。若非我抛球失准，与你无关，都是江令瑜无理取闹，才闹到这般地步。你抢了他的绣球，定情帕子该还给我了。这是你说的，日后反悔哭求我也不会应。丞相大人，晚辈抢到荣烟绣球，特来提亲。裴世子要娶荣烟，你不是和令瑜定了亲事吗？只是口头约定，抢到荣烟绣球便是天意。你们青梅竹马，本该年初就成亲的。对了，令瑜的绣球被何人接到了？逆女，你想要丢光我的脸面吗？竟敢随口许诺嫁简秋之人，犹入门盲。若对方是白丁贫寒子弟，日后我岂不是会被同僚笑话？什么？这如何使得？会误了终生的呀！你给我滚去祠堂，跪地思过！确实该让你长长记性。我故意扔歪绣球，诗燕哥哥便为了我放弃了你。所以你是来向我炫耀的？我的好姐姐，我可没有。哟，江大小姐还那么火气啊！我告诉你，裴郎是我的了。滚！若非你出现，嫡女身份和诗言哥哥本来都是我的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江令如，容颜好心送饭，你为何要这么对她？不是我，是他自己拴了石河陷害我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血口喷人呢？容颜心地善良，你却倒打一耙。你嫉妒她，这条路是你选的，我已给足颜面。若你道歉，还能给你留个贵妾之位。哪怕嫁与地痞流氓，我也断不入你裴国公府。裴郎，以前的你不是这样子。赔钱货，快去干活！令和，我教你写字吧。娘，我非江令狐不娶，定然娶你当正头娘子，一生一世只你一人。姐姐这是才从祠堂出来，我忙昏了头，忘了给你送饭。这些是诗燕哥哥送我的定礼，
你若喜欢，尽管拿去，算是我的赔罪礼。不必。姐姐这时还与我置气呢，这都3日了，也无人拿绣球来提亲。万一要是绣球再也找不到了，姐姐岂不是要苦等一辈子了？那也用不着你这个冒牌货操心。这些是他给我预备的定礼，金银上刻着我的名字，原封不动送你，未免太过敷衍。情丝已断，留着也无用了，还是还给他们。您心里惦记令化，为何求取容颜？我要了容颜清白，必须负责。令化性子倔，等他走投无路，自然裴诗夜，你我从此恩断义绝，再不必相见。容颜怀了身孕，我非娶不可。但我最爱你，你除了嫁我，别无透露。小姐，有公子带绣球下落求见。好，我现在便去见见未来的夫婿。江姑娘好。是公子捡到了绣球。不，姑娘误会了，我只是府里的管家。如意是我家主子养的爱犬，谁知那日竟偷跑出府，搅乱了江姑娘的选亲会，实在是抱歉。我给主子去了信，他说一切全看姑娘想法，若愿下嫁，明日回京便来下聘；若另有良人，送还绣球即可，无人议论。姑娘自可再寻良缘。我既然放出了话，便不会更改。不知尊公子名姓，家住何处？那好，我这儿有我主子的一份信。我家主子是安王，20有一，无妻无妾，这是他的亲笔信。姑娘若愿嫁，便收下。可是那位文武双全的安王……正是。若小姐无事，在下先回府了。先生慢走。安王，难道他就是那时出手保护我的人？姐姐救你，也敢妄想世子正妻，我毁了你这张脸！住手！贵女如此泼辣，本王倒要讨教讨教。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们走。擦擦泪吧。谢谢公子。姐姐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有事情要去处理。江姑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宴席都快开始了。我被妹妹故意引到这里，迷路了。无妨，这宫里的路绕得很，第一次来很容易走错，我带你回去。前面就是太和殿，见皇上要行3跪9叩之礼，太后温和不必拘谨，不懂就看我。他并不似传言里那般难相处，是位好心人。若是嫁他，日后相敬如宾，倒也不错。刚才那个便是捡到绣球的人，你宁愿嫁给一个平庸之才，也不愿嫁我。是，我绝不嫁你。不嫁我？江令如，你以为你是谁？离了我裴诗言，你还能嫁给什么人？你不过是裴国公府跑出来的丫鬟，就算认回丞相府，你那嫡女名头不过是施舍给你的。我是国公府世子，将来要袭爵的人，你跟了我，正妻之位，荣华富贵，要什么都给你。那些教我念书时的温和是真的，跪在雨里求娶的执着是真的，红着脸表白的羞涩是真的，可现在这个面目狰狞、口出恶言的人也是真的。裴诗燕，你说完了吗？容颜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
我念旧情才给你留正妻之位。等你嫁了人过得不好，别跪着来求我。真是可笑，你凭什么认为我非你不嫁？我到底看上你什么了？是你那温和的皮囊，还是我太缺那一点点的好？裴诗燕，你方才说的那些话，正好让我看清了一件事。什么？我从前喜欢你，大约是我眼瞎了。你这个样子，哪里还有半分世家气概？你连最基本的尊重都不曾给过我，在你眼里，我不过是个物件。这样的夫君，这样的婚姻，不要也罢。江丽茹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！我等着看你哭的那一天。我才不会后悔，该后悔的是你，裴诗燕。若姑娘愿履行诺言，本王回京之日便备下3书6礼，登门提亲，日后安王府里外皆由姑娘做主。我把裴诗燕施舍般的许诺当成终生托付，却不曾想，他们早已经背着我翻云覆雨。不是我会对你好，不是我会给你荣华富贵，而是由你做主。他把选择权交到了我手上，他问我是否真心想嫁，而不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我该嫁。原来被人当做一个完整的人来对待，是这样的感觉。原来被人尊重，比被人宠爱要踏实得多。不好了，小姐，老爷让你赶紧过去，说是重要的事情。今日来找你的人，我派人打听过了，是安王府的管家，一个奴才。你可知道，今日外头已经传遍了，丞相府嫡女放着国公府世子的正妻不做，非要嫁给一个下人。女儿愿意。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？让丞相府的列祖列宗蒙羞！令瑜，你糊涂啊！那安王府的管家再体面也不过是个奴才，你嫁过去便是奴才娘子，日后见了从前伺候你的丫鬟，都得爱人一头。你让娘怎么出去见人？那些夫人小姐们问起来，我该怎么说？说我的亲生女儿嫁给了一个下人。姐姐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那管家是什么身份？就是安王殿下的一条狗。江令武，你听见了？你赌这一口气，要嫁的便是这么个东西，一个奴才，连给本世子提鞋都不配。你嫁给他，日后见了本世子，得跪下行礼，恭恭敬敬的唤一声裴世子安好。到时候，你猜我会不会赏你几个铜匾，施舍给你这个管家娘子？他们口口声声说为你好，可没有一个人问过我，那个管家是圆是扁，是人品端方还是威劣下作？他们只在乎管家这个身份，只在乎这2个字会让他们丢脸。你可想好了，若是现在后悔，裴家尚且还能做你的退路；若是执迷不悟，非要嫁给一个管家，我丞相府便会与你断绝关系，也不会给你出1分1毫的嫁妆。父母和情郎心里都没有我，既然如此，我便都不要。多谢爹娘的生育之恩，女儿身无长物，仅有宫里贵人赏赐的节礼，便全部留在丞相府，也算还了这1年多在丞相府的吃用。站住！孽女，你离了丞相府还能去哪里？去找安王府的管家吗？你不要脸，丞相府还丢不起这个人。李侯，你真的要把你爹气死才甘心吗？还不快道歉！姐姐，你这是要为了一时义气，连爹娘都不要了吗？令瑜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现在服个软，茶楼里你说的话我就当从未听过，正气之位依然是你。你难道真的想要嫁给区区一个管家吗？
老爷，门外有人拿着绣球来提亲了。岂有此理！这庸才还羞辱上门了！好，好，好！这庸碌蠢人竟然真的敢大摇大摆的上门提亲，打量着想要高攀我丞相府的富贵是吗？哼，一个奴才也配踏进我丞相府的门槛，也配觊觎我江家的女儿？看我不给他打出去！令如，丞相大人是绝不会同意你嫁给一个管家的。你一定要让事态走到无法收场的地步吗？放手！只要你现在点个头，所有的麻烦我都会为你解决。灵犀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气我抢了容颜的绣球，气我没有遵守娶你的诺言。可事已至此，闹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恶心！你想想，那管家能给你什么？一个奴才的身份，一座破院子，还是每月几两碎银的月钱？你过惯了锦衣玉食的日子，能受到那种苦？你到现在还以为我是为了赌气才答应的管家的提亲？你永远都是这副高高在上、权衡利弊的恶心嘴脸。只要你现在点个头，所有的麻烦我都会为你解决。外头的流言蜚语我去压，你什么都不用操心。只需要安安心心的等着做我的正妻。我才不需要。令武，我们7年的情分，你就忍心这样断了吗？7年的情分，你算计我的时候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把绣球递给江荣烟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们7年的情分？你把我的7年当成了什么？当成你用来绑架我、拿捏我的筹码？我没有令望。江令望，你不要敬酒不吃。真是恶心。江令宇，你裴诗嫣，不要说的你自己好像救世主一样，纡尊降贵的来为我解决麻烦，这一切难道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吗？你贪心多情，为了江荣烟不惜故意在招亲大会上算计我，如今这个情况你没有料到吗？现在跑来装深情，你只让我觉得无比恶心。姐姐，你怎么能打诗嫣哥哥？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你要是心里有怨气，便冲着我来吧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自然要满足你。我不知是哪里惹到了姐姐，我以为我的存在就是个错误。诗嫣哥哥，容颜福薄命贱，不配嫁给你。你只娶了姐姐便可，我当个丫鬟，日后给你们端茶倒水，也心满意足了。你给我端茶送水，我都嫌恶心。有些人真是天生贱骨头，放着丞相府嫡女、国公府正妻的尊位不要，非要自甘堕落去嫁给一个奴才。既然如此，本世子也不会和一个奴才抢人，省得失了体面。哎呀呀，刚刚也不知道是谁求着我嫁给他呢。你给我打！往死里打！打断他的腿！是安王殿下，快奉茶！上好的御前龙请。喝茶，安王殿下。你就是江令瑜。是的，安王殿下。
顾恒玉，安王顾恒玉，他堂堂亲王，怎么会坐在这里？令魁，这个管家竟然请来安王亲自帮他提亲撑腰，你厌恶我的心计谋算，又怎能接受被一个潘高枝的管家算计？你不要执迷不悟了。如今我还可以豁出去救你一回，一旦下聘定亲，便是再无转圜余地了。把我推到这一步的正是你自己，现在说救我，简直可笑至极。趁现在还来得及，你只要悔婚，我定保你。你也太自以为是了，裴诗言，我不需要。怎么裴世子对令鱼很有兴趣吗？在下不敢，只是怕令鱼吃亏。把聘礼抬进来。是。安王殿下为管家提亲的诚意我看到了，只是丞相府的嫡女嫁给一个管家，说出去实在有损名数，不知殿下可否撤了管家的奴节？老臣想办法给他找个微末的闲职差事，说出去总算全了体面。你口中那个奴才是我的管家，他传达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丞相大人何出此言？本王是为自己来提亲。是安王，竟然是安王，竟然是安王殿下！老天爷保佑啊！凭什么他命那么好？这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裴世子何出此言？当日抢走绣球的狗，乃是外邦进贡的稀世猛犬，全京城仅此一只，是皇兄亲自赐予本王的。你若是不信，大可以现在就去皇宫里问个明白。我千算万算，算尽了人心，唯独没算到那只狗竟然是安王的。我费尽心机布下的局，最后居然亲手把它推向了全京城最尊贵的男人。是臣失言了，听安王殿下恕罪。哎呀，此时最重要的便是令仪的婚事。安王殿下今日既然带着这么丰厚的聘礼过来了，不如咱们两家就将这门大喜事说定吧。且慢！方才早膳时，丞相大人已经亲口宣布与我断绝父女关系，如今我的婚事便不劳丞相府插手了。那只不过是爹一时的气话，亲生父女之间血浓于水，难道还要记仇吗？令吾啊，你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爹娘焉能真的狠心与你断绝呀？令瑜，爹也是为你好。若是你真的离了丞相府，你该从何处出嫁？你又哪来的嫁妆傍身？这便不劳丞相大人操心了。既然本王未来的王妃不认你这个爹，本王自然要夫唱妇随，恐怕也不能认你这个岳丈了。来人啊，将聘礼全部给本王抬回去。是。安王殿下息怒，老臣绝对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在京城另有一处清幽的宅院，江姑娘若是不嫌弃，不如过去小住几日。待我筹办好大婚仪式，便迎你入门。王爷，如今我已不再是丞相府嫡女，
于王爷并无注意，恐怕配不上王爷。哈哈哈，我又不是要争权夺位的皇子，何必要什么丞相的注意？我若喜欢一个人，何必在乎他的身份？既然如此，便全凭王爷安排。好嘞，哼。陈仁和，看你笑，我就想笑。王爷，按规矩，未婚夫妻在成亲之前，实在不宜频繁相见。是我？你昨日说不宜见面，可没说不宜隔墙说话呀。我若喜欢一个人，何必在乎他的身份？每回与他说话，心中总觉舒畅，不似裴诗燕，连施舍都带着居高临下的傲气。快看，那就是丞相府被赶出来的嫡女。什么嫡女？分明是个狐妹子。可不是嘛，她就是为了攀上安王这颗高枝。听说她和安王殿下早就有苟且，这绣球招聘也是她故意设计的。听说连肚子都大了，急着嫁进王府遮宠呢。小姐，他们太过分了，奴婢去撕了他们的嘴。随他们说去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我不在意。这些人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？我娶谁关他们什么事？王爷何必动气？先喝口茶润润嗓子。什么叫苟且？什么叫早有私情？我跟你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10话，他们就编出这些混账话来糟践人。王爷息怒，流言止于智者，我真的不在意。你不在意，我在意。你是我要娶的人，我绝不能让你受这种委屈。备马，本王要进宫。江姑娘，奴婢奉长公主之命前来。长公主，不知殿下有何吩咐？长公主殿下听闻了姑娘的事，对姑娘一见如故，特派奴婢来接姑娘入府一叙。承蒙长公主殿下留情，令叔不胜惶恐。姑娘，请。殿下，江姑娘已知。臣女江令吾拜见长公主殿下，殿下万安。不必多礼，快起身吧。本宫早已听闻你的遭遇，也知晓恒玉那孩子对你的心意。本宫看你心性纯粹，模样周正，甚是合眼缘。如今外界流言纷纷辱你清白，本宫不愿见你孤身受委屈。思来想去，唯有认你做本宫的义女，方能名正言顺护你周全。殿下万万不可，臣女仆两之词，怎配做殿下义女？有何不配？本心品行远胜家世出身，本宫认定了你，便是你。本宫认女儿可是天大的喜事，必然要大操大办，绝不能委屈了你。多谢长公主殿下厚爱。这只凤簪是父皇在世时亲自绘图，命人替本宫打造的。本想着将来传给女儿或是儿媳，
可惜驸马去得早，本宫膝下也一直没有一儿半女。殿下，这太贵重了，令玉不能收。有什么不能收的？幸亏恒玉那臭小子心细，时常来陪本宫逗乐。这些年多少人给他塞美人，他都不要，只说非心爱之人不娶。本宫便知他心里是有人了。这次他火急火燎着的求到本宫面前，撒娇卖乖的非要本宫认你做义女。本来本宫还觉得他胡闹，但见了你，倒真是合了本宫的眼缘。令鱼资质平平，性子寡淡，从未想过能得殿下这般垂其疼爱。傻孩子，眼缘从无关资质性情，你心性澄澈，品性良善，值得世间所有偏爱。多谢殿下。你这个女儿，本宫是真心认下了。日后，本宫就是你的靠山。祝你和恒玉日后和和美美，相伴白头。女儿，多谢阿娘。原来被人毫无保留的偏爱，是这种感觉。老天待我，终究不薄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，阿娘的好女儿。娘，长公主要认养女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您为何这般心神不宁？不知为何，我这心里总觉得慌得厉害。诸位，这便是本宫新任的义女江令瑜，日后她就是本宫的亲女儿。谁若是敢欺负她，便是跟本宫过不去。娘，这怎么可能？江令仪，凭什么你运气这么好？我好不容易把你赶走，你竟然攀上了长公主，就连娘和诗燕哥哥也天天念着你。好狗不挡道，滚开！我定要让你声名狼藉！姐姐不要打我！姐姐，都是我不好。如果打我能让你出气，那我绝不还手。你干什么？这种低级手段还没用腻吗？这种手段你难道没用过吗？当年你为了抢诗燕哥哥，什么事做不出？看清楚了吗？自己打的和别人打的有什么区别？令如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谈些滥情，我不娶容嫣了，我只娶你。安王还未下聘，一切都来得及。令瑜，娘错了，你回到娘的身边吧。我如今有了阿娘，有了未婚夫，谁稀罕你们这迟来又廉价的亲情和情谊？这月色极好，路的尽头自有人在等我。你说这叫什么？这叫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又怎么啦？你猜，我把丞相贪污的罪证递给了皇上，他昨晚连中医都没换就被抄家流放了。还有那江容嫣，被裴国公府灌了红花，断了念想，彻底疯了。你们这帮狗奴才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才是江家大小姐，堂堂正正的世子妃。都是你，都是你！要不是你，我怎会落到这样的下场？我怎么会失去当母亲的机会？你个疯妇！裴诗燕那厮命根子废了，彻底成了个废人。今天的橘子甜得很。你不是说自己最是纯然良善吗？怎么笑得像个反派恶霸？对于欺负过你的人来说，我就是个恶贯满腰的反派。顾恒玉，抛绣球之前，我们不过见了数次，你为何对我这般好？因为我心悦你。这事儿啊，得从6年前说起。
这点钱到底够不够啊？不管了，救人要紧。等我醒来，那小丫头就不见了。直到我在沛国公府再次遇见你，你就是那个背着我走了好几条街的小丫头。当年我倾尽所有救下的那个路人，竟然就是当今安王。本想去争一争，谁知你当时与裴诗嫣情投意合。你抛绣球那天，我特意出城避开，就怕自己忍不住去抢亲。果真是良缘天定，老天爷都觉得咱们最般配，竟让那异域贡犬将绣球叼给了我。顾恒宇，谢谢你找到我。不客气。其实那天我收到管家的信，听说你当众许诺要嫁找到绣球的人，差点把皇差都扔了，连夜赶回来。我怕你真的反悔，怕你宁愿嫁给别人也不肯等我。我不会的。从你说安王府内外皆由我做主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我赌对了。这是我用当年你救我剩下的药钱，一点点攒了3年才买的玉料找人雕的。本来想在你及笄的时候送给你，却听说你已经和裴诗印定了亲。我只能把它藏在贴身的地方，想着总有一天能亲手给你戴上。别哭，以后有我在，再也不会让你流一滴委屈的眼泪。我已经让人在王府后院种了满院的白梅，都是从江南运来的最好品种。等冬天开花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梅树下煮茶、看书、堆雪人。等春天来了，我就带你去江南看十里桃花，去塞北看风吹草低见猫羊，去所有你想去的地方。好。月月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你终于娶到我了。明天我带你去安王府看看好不好？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保密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这都是白梅。3个月前我就让人开始准备了，跑遍了整个京城，才凑齐这么多上好的树苗。本来想等冬天开花了再带你来，可我实在忍不住，想早点让你看看。这棵是我亲手种的，等它开花了，我们就在这棵树下埋一坛酒，等我们成亲10周年的时候再挖出来喝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白梅？第一次在沛国公府见你的时候，阳光洒在你身上，像镀了一层金光，我当时就看呆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记住了你喜欢白梅。我很喜欢，谢谢你，顾恒宇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走，我再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婚房。你连这个都搬过来了？当然，你的东西我一样都不会落下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这是我们的家。我的女儿就是好看。这身嫁衣是我让上衣族最好的绣娘赶制了3个月的，上面的每一针每一线都绣着我对你的祝福。多谢阿娘。这是阿娘给你的嫁妆，10万两黄金，3处黄庄，12间铺子，以后谁也不敢欺负你。顾环玉敢对你不好，阿娘打断他的腿。阿娘，傻孩子，跟阿娘客气什么？
恒玉在门口转悠3回了，想进又不敢，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。可不是嘛，王爷天不亮就起来，换了3身衣服，紧张的手心都出汗了。我就是来看看你准备好了没有，吉时快到了。急什么？我的女儿还能让你等不成？赶紧出去等着。好，我出去等，我不偷看了。你看他都要当新郎官了，还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似的。不过也正是这样，才说明他是真心喜欢你。我知道，他对我很好。小姐吉时到了，该盖头了。去吧，孩子，去迎接你的幸福。凌云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绣球被狗叼走的那天，我以为我失去了一切，却没想到，那是我幸福的开始。岁岁年年与君白首。